不敢得罪幕後大哥，印度又拿土耳其出气了。相信不少粉丝已经看过这段由印度神曲改編的搞笑段子了。魔性的印度旋律配上誇張的表情和諷刺的歌詞，讓這段視頻不但在國內爆火，甚至還火到了國外，全球播放量以10億計。其中最愛看的要數土耳其人，他們把中文歌詞翻譯成了土耳其語，先是在 TikTok、YouTube、X 的平台上瘋狂點讚轉發，但是仍覺得不過癮，後來乾脆直接在電視台上放，屬於天臉開大了。最搞笑的是印度人的反應，照理說冤有頭債有主，出了這種事兒，他們應該找視頻的制作者算賬了才對。但是印度人腦回路很神奇，居然制裁起了轉發的土耳其人。據南華早報報道，印度民間和貿易組織已經開始大規模抵制土耳其商品，理由是土耳其在印巴衝突中支持巴基斯坦。且不說巴基斯坦的幕後大哥究竟是誰，单說支持巴基斯坦的国家那多了去了，中东就有一大群，为何印度不制裁他们，偏偏只制裁土耳其呢？说白了就4個字：欺軟怕硬。首先，巴基斯坦的幕後大哥，印度人肯定是得罪不起的。經過上輪空戰後，即使印度人嘴巴上不承認，但是精英階層已經意識到了雙方巨大的差距，不是3代機打4代機這麼簡單，而是戰鬥體系的差距。巴基斯坦用歼10都能把他們打成這樣，真要得罪了幕後大哥，對方出動主力戰機，印度空軍不就成歷史名詞了嗎？這就是硬實力上的得罪不起。再說經濟上，印度的製造業高度依賴幕後大哥的供應鏈。舉個例子，塔塔製造的電動汽車用的電池90%要從幕後大哥處進口，紡織業用的高端布料更是高達95%。可以說，印度從低端到高端的製造業全都要仰賴幕後大哥。這時如果膽敢去抵制甚至制裁幕後大哥，印度製造業不是自尋死路嗎？同樣，中東那幾個支持巴基斯坦的國家，印度人也得罪不起。單一個阿聯酋就收納了356萬名印度勞工，每年寄回400多億美元的外匯。印度人制裁他們，除非不想賺錢了。再者，這幾年印度企業偷偷幫大俄煉油，賣給歐洲，搶了不少中東國家的生意，這筆賬人家還沒給你算呢，非要撕破臉皮捅破這層窗戶紙，老賬新賬一起算嗎？印度人可沒這個膽子，所以思來想去，也只有軟柿子土耳其可以拿出來開刀了。首先，每年土耳其對印度出口額僅15億，僅佔印度總進口量的0.64%。其次，在土耳其務工的印度人數幾乎可以忽略不計，制裁他們對印度的經濟影響微乎其微。於是，倒霉的土耳其變成了印度人的出氣筒，用來彰顯印度國家尊嚴，不容挑釁。其實，我們也不用對印度人欺軟怕硬感到驚奇，歷史上他們一直這麼幹。欺軟怕硬4個字已經深深刻入了他們的國民性格中了。比如，中國旅客去印度旅遊，本着平等相待的想法，跟當地人打交道，不會因為窮或種姓歧視對方，得到的回報是被印度人坑，打車買東西被宰算輕的。最奇葩的是，遇到乞討的小孩，如果給錢，他就會叫來更多的小孩要錢；如果不給錢，他們就當面罵你，搞得像你欠他錢一樣。歐美的遊客可不慣着他們，作為老牌殖民者，他們很瞧不上印度文化，對印度人頤指氣使，像呼喚僕人一樣與他們溝通。結果印度人對他們尊重的了不得，笑臉相迎，免費請他們吃吃喝喝。最離譜的是，有個印度人知道遊客是英國來的後，竟然說請留下來再殖民我們一次。對於巴基斯坦、土耳其大呼小叫，彰顯印度尊嚴；對於英國人卑躬屈膝，請求2次迎面。這種反差不禁讓人想起沈毅老師的一句話：對於這種被殖民過的地方，我們不要為他們考慮太多，直接打一頓就好了，他們會自己想通的。沒想通的人已經被淘汰了。這個論斷用在印度人身上再合適不過了。戰機掉下來後，他們不是已經試着學會尊重我們了嗎？